西普大陆这款游戏可能是许多人儿时听过、看过，但没有玩过的4399小游戏。熟悉我的观众应该都知道，我童年玩4399都在龙斗士、奥拉西、塞尔号、奥比岛中度过的，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玩更多的小游戏。这西普大陆我也只是玩那么一小会儿，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又一个抓小精灵的游戏，而且那会游戏任务也不多，精灵也不及塞尔号、奥拉西的1/10，所以只是当做那种实在没得玩了才会去玩一小会儿的游戏。那为什么我后面不玩了呢？居然不是被盗号了，我班上压根没人玩这游戏，号就没到处借。说起来就气，以前开号压根不记得账号，就只记得密码。然后这游戏以前选账号登录界面只能有3个号，也就只能保存3个账号。你想登那3个账号以外的号，就得另外输入账号密码登录，而登上去的那个号会顶掉最早的一个号。那会儿我就一个号码，所以压根不担心这件事。但我表弟是个网瘾少年，小学的时候家里没给他买电脑，他就跑到我家玩。一天晚上，我跟他被爷爷抓去读书，仅仅过了1个小时左右，我回去一看，我操，号被顶掉了！就以前西普大陆不是只有一些任务吗？玩一会儿就没有任务玩了，要等第2天再玩，对吧？我表弟直接再创一个新的号，再玩一轮，玩完之后再创一个再玩。他喵的登录界面直接就是3个一模一样的号，我的号找不到了，而我又不记得我自己的账号，所以就没了。当时可把我气的。现在长大了，我也是能自由掌握自己的时间，也不禁好奇起来，现在西普大陆变成了什么样？那大伙如果想看我开西普大陆的坑，点赞投币收藏，好像能过1万就开西普大陆的坑。如果没到，咱们就回去玩阴间塞尔号。OK， 这什么游戏啊？是西普大陆吗？没点错吧？我还以为我又点到奥拉星了，现在已经是纯抓信奴的时代了吧？这还有个注册账号送周瑜，直接开始游戏吧。剧情讲的是我们凑齐了什么天启拼图，成为了最强的天启召唤者，重建了神之国，现在名利双收，周围的美少女都喜欢咱们。然后你就醒了，原来这都是你的意淫，实际上你就是一坨屎。旁边一个白色保龄球一样的生物就开始给你洗脑，说你肯定能集齐天启拼图的。OK， 选择男女，这女的不就是刚刚那个送花的吗？哥们儿自己给自己送花，真够可以的。话说小时候这形象不是个小矮人吗？怎么变成瘦猴了？取个名叫粪作猎人，开始游戏。开局不知道干嘛，咱们就卷入了一场战斗。这塞西尔就和这个根本不是一个画风的炼狱小骑打起来了。新手教程还是非常经典的，你一下我一下，有大刀放大刀喝茶游戏。在打赢后，这个炼狱小骑就说我是最牛最猛的天启召唤者啊，然后我们就要去见西普大陆最强的精灵西亚。西亚看到我们二话不说，先送了个嫦娥过来，我们又签到拿了个周瑜。哥们儿，这跨度有点大，刚还在家里意淫，到见到最强精灵，然后踏上勇者之路，只过了5秒左右吧。先要过2个阶段新手教程，先是把这个炼狱小骑给解除封印，怎么解除呢？玩水果忍者。是的，水果忍者，而这个水果忍者巨难玩，你鼠标会点出去，有时候明明切到了却没反应。然后这游戏140级满级，100级以上要什么神秘经验果才能升。OK， 新手教程打完送了2个精灵，一个是经典龙傲天后宫爽文会出现的黑色蕾丝袜包臀群老师，一个是雌小鬼占卜师。好，玩完新手教程了。不是吧，又是经典满屏小红点，然后小红点里面又有更多的小红点，我不知道这小红点哪些有用哪些没用，反正先就点点看吧。OK， 点了一圈啊，稍微了解了一下，里面很多 BOSS 我压根打不过，像这些人形而且带各种后缀名的，2人手就把我拍死，而这些兽形没啥后缀名的，就一个正常名字的遗老怪，我2人手就能把他们拍死。很多野怪都绝版了，包括一些小时候特别强的怪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。小时候的着手现在还得去打才能获取，咱们新手应该是要跟着系统5日任务走，还有旁边的这个重聚西普任务，这福利界面里的东西都要去看，其他的我点进去了也打不过。系统帮助是让咱们玩这个最强战力大比拼来获取强力精灵，规则很简单，就打赢 BOSS 拿精灵。第一个是建议战炎圣环，我们上黑丝老师开局先一个自爆把自己炸死，在对面点血，然后上嫦娥开天启圣技，效果很简单，就是打你25%生命值的额外伤害。然后更简单粗暴的是这嫦娥的登场效果，只要登场敌人就会被上一个6回合的 buff， 每回合固定掉1%比血量，也就是说嫦娥本身不咋地，但是登场效果猛，几回合下去这战炎圣环就倒了。红孩儿也是如法炮制磨死，然后为爱守护心念直接把我打烂掉了，每回合回他喵的99血，还一直炸我血，秒也秒不掉。幸好这游戏自带攻略，看了一下，要用近疗的技能打才行。我操，这么良心吗？居然可以用近疗什么的限制住他。玩塞尔号玩久了，都习惯对面不吃任何控制效果，并且技能永远先出手，还随便一击必杀呢。当然，也有可能是我没玩到那么后面，也许西普大陆后面也是这样的。反而在被红孩儿禁疗之后，这系列就拉了几招就倒在了地上。然后我想打下一个的时候，我发现我战斗力不够，你背包里面得有一个精灵战力要达标才能给你开下一个 BOSS。那怎么加战力呢？除了经典升级以外，这游戏有装备的玩法，就是给精灵上装备。但问题是，
我现在还看不懂这装备咋搞，而且也不能试错。这装备上去就卸不下来了，估计要用道具卸，不敢乱点。老是去搞这个心神之力，简单来说就是3个 buff， 然后你可以洗词条，有经典固定词条加刷出高级词条概率的道具这样。但我这边点错了，你是可以先解锁3个词条再去洗的，我1个词条洗半天，浪费资源了，属实是。不管怎么说，东拼西凑了一下，战力也拉上去了。那这极门里咋打呢？和上面的那个差不多，也是进聊了之后随便打，后面战力就卡住了。然后这3天我是有参加游戏的活动啊，非常经典的玩各种小游戏，还有一些是打小挑战，然后慢慢积累道具，最后获取精灵啥的。可我现在就连活动的小挑战都打不过，被这什么猴子打爆了。还有这个小机车我也压根打不过，而且西部大陆有点冷门啊，网上都没啥攻略，找的攻略全是几年前的那种。现在我就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转按钮，但我也有个比较明确的目标，就打这个夏尔，就下面喇叭会弹的，本体挺好获取的，就挂机等时间集这个火，有时候去玩一下随机任务，记牌才收集异火，难的是这个猴子压根打不过。玩了3天也是收集完了火，拿到了夏尔，他的究极进化要完成3个挑战。第1个挑战说简单简单，说难也难，石头剪刀布纯凭运气没啥好说的，我玩到现在就赢了1把。然后是这个真诚考验，你可以选择2个方式完成，一种是非常经典的打怪啊，我打不过，所以咱们只能选择第2种，祈祷干等着，每天祈祷1个小时，3天就能完成。最后一个挑战比较搞，要你用夏尔还有这艾莉亚或者是艾莉亚的究极版来过，这艾莉亚特别好拿，找找地往往找不通，还有打这个不可能输的战斗就能过。但问题是这2个人我都升到满级了，血也不超过500，这个团结考验是必须你用这对男女打出伤害才能多拿积分的，而用别的怪打死就拿15分，要打3天。这挑战怪每个回合固定扣你500血，这对男女1秒死，估计是得用这个艾莉亚的究极去打才打得过。什么情况？怎么玩着玩着让我有点梦回赛尔号了？怎么又是精灵？你要某个精灵就得先去获取别的精灵啊？不对劲啊！我操！然后这个艾莉亚的究极看的也太吓人了，不是哥们儿，这 boss 的词条能再多点吗？不知道的以为我在翻字典呢，啥情况啊？上一秒我还在说这游戏不阴间挺良心的，下一秒就给我上了个哈人的 boss 词条。那反正才玩3天，咱们的进度就打到这里。仓库里的这些精灵不知道有什么用，大家伙反正看看吧。如果想让我开西部大陆的坑，可以3连一下。那么我喜欢这本期的球内容啊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可以给3关注啊，实行更多搞笑吐槽视频。然后家人们，我是令狐，我们下期见。狩猎时刻，这是我答辩排行榜中先天级最远古的长老。原本我这期是打算做最近很火的那个熊猫钓鱼，也就是无名之辈嘛。结果打开一看，操，这不就是那个猪妖砍树嘛？所以我转而又去做那个灵剑仙师，广告也挺多的，还有斗破苍穹有联动。结果这不还是那个猪妖砍树吗？这些画面游戏我都讲腻了。就在这时，我想起了这款在2年前玩过，被大伙称之为怪物猎人原神的游戏。但是我是讲这游戏纯超怪猎，完事了缝个抽角色进去，纯一坨。很多人在下面评论说，嘎嘿，那是你没玩到后面。跟大伙电竞经理一样，非常经典的后面超级无敌好玩，各种牛掰道具，林克你每天3天打个10几分钟，玩个1个月3个月就能获得。那行，正好我电影经理系列还没啥突破性的进展，咱们去来个开胃小菜，做个狩猎时刻系列，填填大伙的肚子啊！来看这游戏到底是不是后面超级好玩呢？能不能证明当年的我是错的？选个最近大区，开始游戏。那这次咱们奋作猎人不打算一个人品鉴如此高端的美食，所以叫上了我们的毕老板，还有全台小子阿坦。令狐是我的好兄弟啊，好事情想不到我，给这些优质手机游戏送钱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。他说只有我这种傻逼才会被骗过来，确实我是傻逼。那这次咱们开局不选长矛了，上次玩发现长矛是扔的，不是近战，远程的判定盒子像坨大便。这次我们选大剑好了。我之前玩是怎么觉得这个画面是还算不错的，现在我还感觉糊的要死，跟坨稀饭似的。这难道就是温故而知新的道理吗？不过我虽然重新玩了这游戏有新的感想，可这游戏貌似没啥变化，至少主城和2年前是一模一样的。唯一不同的是，我看到了好多超级无敌炫富坐骑的玩家，取个名就叫奋作猎人，就像是还是跟以前一模一样，2年前的味道，大剑的动作也是完全不带改的，还是跟怪猎一样。打完修教程第1只怪，我们接受了活动。还有钓鱼可以玩啊，这不得让我去钓个鱼看看？自动钓鱼还得买个通行证是吧？算了吧，我们还是手动钓吧。OK， 钓了一堆乱七八糟的素材，感觉这钓鱼应该是后面每天3天都要玩的吧？不管了，先跟着系统教程去做把奇木巨剑。等一下，我为什么没有钱锻造武器？等一下，我刚刚钓鱼花了几百银币，所以没钱升级武器做主线任务了。然后现在又没有解锁委托，所以我没办法去打怪刷点银币啥的。那他喵了个逼的，你这么快解锁活动做什么啊？是想尽快把充值按钮给我，让我好快点氪金是吧？这给我气笑了。不过还好，因为我钓鱼升级了，升级可以去找村长领一点钱，不然咱们就可以直接玩点傻花了。那之前是有观众说我吐槽游戏建模像虎虎，是因为没开最高画质。那现在咱们把画质拉到最高，什么配色条最高
来看看，我去，这画质居然看不出什么区别，感觉除了模型有了点描边以外，好像真没啥区别。不管那么多了，先吃我的蓄力斩！哎，这波要是提了龙车得爽死，不过没差了，2个蓄力斩就砍死了。这是非常优秀的结算画面呢。玩完所有新的教程后，我们就成为了见习猎人，一群不认识的人就跟他围着扭没得多。折磨了半天，咱们终于可以和大伙开黑玩了。在等阿唐打稀有教程的途中，我也是看了一圈啊。这个阿嬷的脸居然修好了，不再是把别人的脸皮贴在自己脸上一样。但是看板娘的脸还是经典化妆，把脸漂白忘记漂脖子。OK， 讨伐山猪，进来先吃个猫饭。这煮饭阿妈怎么野外的睫毛还是以前那个儿啊？脸又变成别人脸皮贴自己脸上了，我操了的！你都愿意花时间重新搞个脸了，你不愿意花时间把外面脸画好啊？那这游戏前期的怪兽非常好打，基本 A 2下就会硬直，打你也不掉血的。我们3个人的几把武器直接给他前后戳通了，玩着玩着还有个150级的大佬加进来，飞起来了！他妈飞起来了！他飞起来了！我操！我去，我有点开始改变想法了。虽然这游戏超怪猎加分盒抽角色，但在玩法上来说，这游戏难道不是答辩？就这样继续，我们3个人一路把主线干穿。OK， 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正当我们幸福的讲待会要打哪只怪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主线任务无法组队。是的，一款共斗游戏无法共斗，主线你只能打单机，你没办法找个人带你过，也没办法和朋友一起玩，而你必须得过主线才能开生态任务，这个时候你才能和朋友一起打怪。然后你把怪杀了，不是要么付剥取票，要么付补货票才拿素材吗？和别人一起玩，每个人都要出一个券，不是说队长出了队友们都能白嫖，是每个人单独算，而且还限次数，你们敢信？这可真是共共又斗斗呢。所以我们3个人开黑，搁那自己玩自己的，我真是服了。而且游戏的 bug 也是层出不穷，以前那点太快会卡对话框的 bug 还是没修，我现在被卡在看板娘这里动不了了，反卡死也一点用没有，真服了。还有你在竞技场里面从上面的台阶跳下来的时候，会有很大概率镜头被拉到最大的 bug， 你手机玩还好，不嫌麻烦，你2个手指滑一下就拉远了。模拟器玩你还得专门设置个按钮滑这个镜头。不知道为什么这游戏就是还有各种各样的小问题啊，比如现在我打 boss 打得好好的，就突然蹦出一个剥削，当时你点击这个剥削，还会告诉你 boss 还没死，你不能剥取。那这个剥取突然出来是要干嘛呀？学怪猎打破一个部位掉个会发光的小素材在地上又没学全，素材掉地上了不让捡，你干脆打死了一口气在解说画面给不就得了。 OK， 主线玩到火山这里就已经开始慢下来了，里面的怪物摸一下掉的血差不多跟怪猎一样了。不同的是这里面的怪起手动作特别迷惑，比如说这个异火施救其实就是熊火龙，你有时候以为他要冲撞或者是甩头了，其实不是，就是单纯累了挪身子在挨打。有时候你看他好像被击倒了，不是，是给你突然来个粪招。如果是比哪款游戏怪的招更粪一些，这卡普空还真比不过狩猎时刻。那这游戏要怎么提升自己呢？除了我们熟知的装备以外，当然是抽角色啦。角色是可以给你加成的，既然我们是要出系列嘛，当然是要氪点了，也不氪多。上次吐槽狩猎时刻激励计划赚的米，再回滚进来，然后我自己再掏血，意思氪个68就行了。老毕也是直接氪了个68，开抽。咱们68氪一手，这个财神到礼包是直接给龙金的。开完礼包再领一下这个充值奖励，直接差不多2万龙金，抽到底大约可以抽129抽吧。这游戏的卡池是按照角色的武器划分的，每次角色只会出1个或者2个，其他全部都是10块。最变态的还有一些表情包和莫名其妙的装饰品会占用格子。我们前面20抽就出红了，不过直接歪了，出了个艾琳娜，然后又抽了20抽，终于把一个主题角色抽出来了。我一看这是紫的，还不是红的，还好又抽了一次，2连出，夏伯言和夏芒2个唐刀角色一起出了。我直接给灵虎发微信，我说你店已经全出了，剩下的钱能不能退？他说出个鸡吧，要凑羁绊。我一看剩下的4个人要全凑齐才有完整的羁绊奖励啊！行，夏雨、夏荷、夏冰雹是吧？咱们继续抽这个夏季央，结果40-50抽全是蓝天白云，又来个艾琳娜，这角色是专门用来歪池子的是吧？策划？我靠，一个红的都没有，有病吧？我花掉这个648块钱，只用了他妈的5分20秒。但我转念一想，其实还好，这毕竟这个游戏没有多少角色，池子不会歪得太厉害。然后我打开了角色界面，我直接裂开。你知道一个角色最多有几命吗？他是11命。
我一辈子没见过这么有深度的游戏啊！还有个吐槽的点，我仔细欣赏了一下这个建模，所有的建模基本上只要是长头发或者穿披风的角色，这穿模是跑不掉的，只是穿的厉不厉害的问题。最离谱的是我打开自己的技能表，我发现自己的技能居然是和特定英雄的命数挂钩的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我要学会太刀的所有动作，我就要把这个叫蓝衣的角色抽到11命；如果我要学会吃屎所有的动作，我就要把老八抽到11命。不过抽的时候会抽到一些角色碎片，而且跟英雄的好感度上去还会送2个啊，不至于太离谱。谢谢你灵火，真是一款好游戏，谢谢你推荐我过来玩。OK， 我感觉我已经无敌了，姓夏的抽了2个，下一我是直接养到了3命，然后这边 buff 上了一堆，猛得很。虽然说阿唐去陪地大猫吃饭去了，但我想我们2个在大分上英雄输出肯定是稳过的，只1分才拿下的熊火龙，出来吧，下一页。等一下，不会吧？这游戏多人打怪不能召唤自己的英雄，那我他喵的抽出来干嘛？就纯单机和吃被动是吧？不是人怪猎2个人组队还能带2爱撸猫呢，你的英雄不能带呀！你要抄就抄到底，要分就分好玩。你的英雄磨磨唧唧学个技能还要碎片生命，出战几下心情不好来泡温泉，完事了你跟我说多人的时候还上不去。真把我给气笑了。就这样吧，第一期咱们就大致的带各位了解一下狩猎时刻，先打到这牙兽猎人。反正咱们的目标是打到最高级的极分猎人。那么我想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大家想看我继续玩这款非常好玩的共斗游戏，可以支持一下，我还会持续更新更多搞笑吐槽视频。那就这样吧，我是05，我们下期见。说实话，原本做完第一期狩猎时刻，我就想着，要不算了吧，这个坑就弃了得了，玩起来真难受啊！特别是在玩过怪猎世界还有崛起后再来玩这个，这就跟早上吃的像皇帝，中午吃的像平民，晚上直接去死一样。招式绑定英雄，想打出不同的招式还得去养英雄，英雄又得抽又得干，一个共斗游戏打主线还不能和朋友一起玩，那折磨的不是一点半点。视频出来还有云玩家又说怪猎世界主线也不能联机啊，不能连你的。是不是不知道看完11追就可以发出有人信号啊？但我看这系列的数据也不算很差，也是代表有人想看的，所以我就咬咬牙坚持下来了。如果大家还想看下一期，想看这游戏后面到底是啥样的，点赞、投币、收藏合起来过1万，我就继续爆肝。上期视频我们打到了牙兽猎人，和老毕阿谭他们刷了一套异火装备，还做了把异火关刀。这个关刀我一开始以为会是个原创的武器，毕竟是咱们国家的经典武器了，在想它的动作招数会不会是参考了什么武关刀的视频，结果不是。这他妈就是个改版大件，就是帧序只有1段的那种。然后这游戏到了火山和雪山也得经典喝热饮还有冷饮，只不过烦人的是这游戏的物品栏格子前面是锁着的，得玩到后面才能全解锁，所以你不能带很多东西。前想喝热饮或者冷饮还得开背包，然后把别的药换下来喝，喝完再换回去。OK， 几刀咱们就把这换皮冰鱼龙给砍死，现在去做偷蛋任务。哦，还有 QTE 可以玩啊，还挺有创意的。一路小跑咱们也是成功把蛋搬了回去，但龙妈妈也是非常贴心的过来目送我们回家。那这个龙蛋你以为是用来卖钱的或者是吃的吗？不是，这玩意是用来开启宠物系统的。是的，这游戏不仅有抽角色系统，还有宠物系统。不过好在目前的宠物系统不是那种强制你养的，至少不会说我的什么另一个招车宠物绑定这样。宠物的作用就是会帮你收集东西，还行吧，总比没有好。现在咱们得完成4星的全部任务才能追求5星任务。没错，这游戏虽然写的自由选择公报板上的委托任务，但实际上你没有自由可言，你就得把所有任务都做完。而有些任务又很无聊，是那种收集东西的任务。玩怪猎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忽略不做，但在这里你就必须得继续做。而且这游戏一个图就一个营地，无论咋样你都得从1号地块出生。如果怪或者需要收集素材的地图的另一边，你就真的得慢慢赶过去。这里其实就是逼你去搞个好的坐骑，不然赶路巨费时间。我们的毕老板直接就不玩了，玩不下去了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这个游戏实在是太一坨了，后面还有个什么家园系统，我看到我真不想玩了，我玩不动了啊。我老公生了，我先回家了啊。OK， 我现在要打我们新手那会遇到的超强荒恶龙了。上次打他是他受伤了，这次打是满状态的。哦，我们的这个英雄非常不讲武德，直接在播过场动画的时候疯狂铁3套。这款其实就是弱化版的金狮子，非常好打啊。它的前腰非常长，你一看它头要动了，就直接往旁边滚一下就行了。唯一原创的招就是这个飞起来烧地板，也是非常好躲。好吧，对于我们的英雄来说并不是特别好躲，直接给人家烧死了。而且打死不会跟爱撸猫一样复活，就真的死了，这场战斗就没他戏份了。就这样磨了3分钟，这荒恶龙也挂了，咱们就可以用它的素材做装备了。
OK， 这衣服倒是挺帅的，这点倒是超越了卡普空。所以我们解锁了家园系统，是的，还有建家园。粗略看了一下，估计后期很多素材你都需要去家园里面加工了。这么一看更干了。家园里还有个炒股的玩法，你可以看这个市场价的变动来卖东西，但是你不能买东西。所以我就要把这4期的全部支线任务都做一遍。这段是真的巨折磨，一直在跑图找东西，玩了半个小时，我和阿谭都是开着语音各玩各的。OK， 终于我们可以打猎人境界试炼了。试炼是要你一口气打死欢乐龙和福山龙，感觉简简单单。先召唤一下英雄吧。这下一心情不好不出战了。不是你的心情条不是还有一点吗？是刚才被欢乐龙打出死不敢出战了是吧？服了，那我一个人打吧，也一样的。欢乐龙还是非常简单的，跟之前一样，磨起来就打死了。这个福山龙这么大一只，打起来画面就剩个角了，有事没事的翅膀还要挡镜头。攻击方式看了下，应该是土沙龙换皮，实力甚至不如土沙龙，提刀就给他砍死了。就这样，大伙又搁那围了一块，欧梅多，我也成为了第11640名猛兽猎人。这勾巴下一这么重要的场合不来参加就算了，我成为猛兽猎人太不开心，什么意思啊？胖不得兄弟好是吧？还在那泡温泉，而且最恶心的是，我们泡温泉进去10几秒做个样子就行了，这英雄泡温泉要泡10几分钟。不是，你还真泡上了是吧？现在我们得在外面等他10几分钟，他才肯来狩猎，你还真把自己当真人了。算了，无所谓，不鸟他了。反正他就是个提供招式要加战力的，我们自己打也一样。现在5星任务解锁了，我们又得把所有的5星任务都完成才能继续。打怪的任务还好说，至少给你玩到了一点点怪猎的感觉。这家园任务真的跟老奶奶的裹脚布一样，又臭又长。在怪猎中，虽然每次狩猎都是你亲力亲为，其他人都跟废物一样在家里看着，但至少人家把他们该做的事情给做了。你每次回来，小屋给建了，给你安排好，没事会送你小垃圾给你。在这游戏里面，莫名其妙，我一个猎人要去外面砍树回来，在家里造木板，而且这游戏造东西只有一个队列，2个木头造一个木板，一个就要1分半，想同时造2个东西还得花100龙金。怪不得你这游戏开服1个月没多久，滚服方法还没起来就合区呢，哪有分东西就把别人烂的地方分进来啊？纯整人呢？那这个家园系统又是逼着你玩的，你不能不玩，你不玩就过不了主线。谁跟我在评论区抢这游戏后面会好玩的？越来越答辩了。给我把5星任务关这家园建设，我在这里来来回回前后跑半个多小时，真的无聊透顶。这个家园系统，那5星多了什么比较牛的怪呢？就这个鹿，不用想都知道了，抄的麒麟呗。进去一打，果然就是把麒麟的闪电改成这种树枝，一模一样的动作，一模一样的招，只不过人家麒麟的闪电看得合理一些，你的树枝看得莫名其妙。但麒麟终究是麒麟，凤怪就是凤怪，换了个游戏还是一样难打。用关刀是真的巨折磨，所以我换了一下弓箭逃课了。你要是说在玩怪猎的话，这波换弓箭是没问题的，但是这游戏的武器和英雄绑定，换弓箭你还得换英雄守护呢，招式也没解锁，得去养弓箭英雄，这是逆天。不过弓箭还是好打麒麟了，磨火就磨死了，然后有趣的部分就结束了，又该回到无聊的做家园任务和无聊的钥匙的采集任务了。这游戏还有那种强制你造某个装备的任务，强迫你去造你不想造的装备，像这个手环我还得去砍树才能造，这样他还没玩到这里呢，只能等着他来玩。这一等就是1星期，等待途中我直接从猛兽猎人一步一步死干到了巨龙猎人。拿了弓箭后过主线基本就在那玩 FPS 游戏了，怪很容易硬直，所以一直 A 就完事儿了。而这期间阿塔也快玩不下去了，一度在放弃和坚持下去的状态中来回切换。这个期间我也是早上电竞经理，中午狩猎时刻，晚上还玩那个斗破苍穹3年之约，整个人浑浑噩噩的。这游戏后面开始强行塞垃圾主线给你玩，全是加油任务和什么去野外抓点虫子任务，打怪了没几个还无聊透顶。后面阿塔终于是打过了主线，我们一起组队刷材料，然后我们去打之前的怪，还要被压属性，不是为什么我辛辛苦苦干到的装备打怪还被压属性啊？别跟我扯什么这样秒怪太快，系统没体验这种蠢到没边的话，你在主线里面被折磨的半死了，去多人联机刷图还要被压属性，是谁想出来的蠢驴操作？这就好像你这个化神期的修士去打几个筑基期的怪，强行把你修为压下去才能打，脑袋里面估计多少有点水在里面。完事我们多人打怪不是不能召唤英雄吗？我们的英雄心情值照扣不误，虽然没有被召唤出来，但是一样扣，是不是在家里没事转转起来心情差了怪我身上啊？后面我用这些素材造了把更强的关刀，还把英雄的好感度刷满了，现在学会了新的招式，就这个回天。
他喵的，为了这一招我抽了3万多龙金，想要第2招还得抽呢，5抽750龙金，70抽保底1个，也就是说1万龙金保底出1个红色英雄，满命算上白嫖的碎片，差不多要9万龙金。9万龙金就是为了学几个招式。这么多钱抽出来的英雄出战还得看他心情，不出战多人也掉心情。当然也有可能会有人说，那多人不出战但会给你加成啊，结算的时候也会多给你素材啊。这不是废话吗？那不给你还玩牛魔呢？花这么多龙金抽到的英雄就给你最低限度的帮助，你还感谢上了是吧？我花这么多龙金抽到的英雄，他就该无理由帮忙出战，就该无理由给我加成给我资源，不然我抽你干嘛？打架前先给钱，完事还要泡温泉，不该信的你还得哄一下，加心情纯靠你花钱买好感度。哥们是在玩宫斗狩猎游戏还是在玩恋爱模拟呀？反正这期视频咱们的进度打到了巨龙猎人，整个服务器就800个人是这个巨龙猎人，一共也就4000个人达到过这个级别。只能说这游戏刚出那会儿我玩了2-3天就直接下结论，是有点太草率了，的确是没玩到后面更垃圾，怎么折磨怎么来。2年前的我把这游戏排到我答辩排行榜的先天级，的确是我太早下结论了。这游戏也配合黑棉花物能这么好玩的游戏比吗？咱们直接给它晋升一下，从先天级跨2个境界到大宗师级，的确有大宗师的风范。那么我想就是本期视频的全内容了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给个关注啊，视频更多搞笑的图文视频，大家吧，我是05，我们下期见。西部大陆这游戏我玩了这几天，已经可以说是和童年没啥关系了。上期视频我刚刚回坑，啥也不懂瞎转悠。本来以为大伙不是特别想看我开坑西部大陆，结果我错了，一群人私信说一定要开坑，一定要给西部大陆引流。什么情况啊？这游戏到现在还有这么多人玩吗？那行，上期视频3连是达到要求了，所以我们直接开坑西部大陆。这期视频也是一样，点赞、投币、收藏、合起来过1万，我接着更新。那不同于上期视频跟无头3一样乱点按钮，这期视频我们的目标很明确。在看了一群人私信和评论区老玩家们的指导后，我也是慢慢开始上手西部大陆了。首先，新手最重要的是去拜个师傅。这游戏的拜师不单纯是个摆设拜着玩的，你可以向师傅借精灵，可以直接借个巨猛的精灵带你过前期的关卡。然后我这边是听一个粉丝加了个叫梦幻酒馆的公会，感觉到西部大陆玩家们的热情了，为了我踹了几个公会不上线的人腾位子，然后我西部大陆就崩溃了，也是感觉到为啥现在大伙都不怎么玩夜游了。然后我们签到树的精灵里面只有几个是有用的，那个黑石老师是纯废物，自爆炸人也炸不了多少血，不该去养他。现在应该养这个耀光圣琼利亚和甜蜜星际梦可儿。利亚大招有多段伤害，还能阻断对面的攻击，而且还会施加一个被光荣属性翻倍的印记。梦可儿是给对面上100%被暴击的底 buff。然后我就又白屏了，服了，还得专门下个客户端玩，不然卡的要死。那我们这个系列要氪个20块钱进去，因为不氪的话玩做视频会等很长时间才能出一期。这20块钱可以换200西补豆，200西补豆可以直接拿这个黑丝白毛美少女潘多拉进来，并且在7天后会给你返200西补豆回来，还会把潘多拉搞成顶配，也就是等于白嫖潘多拉。不过我们前期用的不是很到，就不多赘述了。随后再去西普通行证那块直接选一个精灵，我们选月半狐狸，这射狐狸登场会得6成被动，扣5成可以挡大招，扣3成可以挡圣技，而且被动自带吸血猛的不行。然后新手登录5天，每天会送一次一件极品，我们就这个一件极品把几只有用的精灵都养顶配。这些东西你们看不懂也没关系，我也看不懂，是直接抄粉丝给的配置。我们再用西部豆去买个高级版的嫦娥，现在手上的嫦娥是低配版，这只是究极高配版，随后我们就可以出发打别的精灵，把他们抓起来当新怒啦。优先去拿个炎神究极，西部大陆里面管这个叫牛车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挺简单的，就打小怪拿矿石，凑够400就能到手，打了几天拿到了。现在去打战力大比拼，拿这个飞在天上的高玩，这块每回合会回完血，而且掉我们25%的血，完事13回合之后每招都会秒杀我们，但在我们热血的羁绊组合机面前根本就不是事儿。先上圣环打个地支束缚，让对面打不出额外伤害，在些极门里让自己的争议不会清除，且红孩儿给对面尽疗后直接上高级版嫦娥。这嫦娥登场上了一堆我现在解释可能会解到视频结束都讲不完的 buff， 你只要知道是究极无敌 T 零精灵，可以一脚把这个小高玩给踩烂就行了。而且这游戏 buff 掉血是一个一个结算的，这回合结束之后等它掉血都等半天。就这样我们拿到了闪电奇侠，下一个怪比较难打，它有每回合回满血的 buff， 而且无法被禁疗。上一视频我刚说挺良心的可以禁疗，现在就给我狠狠打脸，直接给你无法被禁疗的 buff， 而且不吃任何异常效果和持续伤害，嫦娥也拿它没什么办法。不过没事啊，这游戏的辅助精灵一大堆，一整个队里面就一个 C 位就足够了。我们之前5日征程做完后会获得一个究极无敌猛的 C 位，逆势苍蓝龙尊。先用信念给自己叠满大量能量，然后再上牛车打个3口 buff 出来，然后再切极门里给他上个弱点洞悉，这闪电奇侠再上来加个双反，最后切苍蓝龙尊一个必杀。
这么多个加伤 buff 和减伤 buff 合一块，一个必杀爆了25000多滴血。下一个巴布天龙的打法也差不多，不过人家多了一个无法换宠的 buff， 也很简单，让他把我们的精灵打死就行了。还是一样，最后上苍狼龙尊一个必杀直接破碎虚空，战斗界面都给打没了。就这样，战力大比拼的所有怪我都拿到了，接下来该去打点没有教程指导需要自己摸索的怪了。那么新手能打什么精灵呢？我去查了一下攻略啊，我们新手可以获得的精灵还蛮多的，因为可以借师傅的精灵，加上我氪了20块钱嘛，所以玩的会比较轻松一些。咱们先去把能获得的稍微有点用的精灵都拿了，比如说这个电精灵、经典皮卡丘，怎么获取呢？就按顺序打这个几个节点，每个节点都要打一只电精灵，打死一只就能拿电晶石，时候达到350就能拿到这怪了。不过良心的是，你就算只打得过第一个节点，也会拿到电晶石，不需要你25回合之内打完所有节点才能拿，所以时间9点也能拿到。然后是拿这个精卫究极体，是的，精卫天台的那个精卫，现在变纯心怒了，每天可以拜2次30还要拆5次矿，拜上上的带货产的矿多点，反正就是拜完上就去打怪，3种矿。如果你只想要精卫的普通版本，拆铁矿就行了，很简单，月半灵狐2个技能就给他送走了。但想要究极体就得挖铜矿，铜矿用长耳2个技能也是直接送走，这个我也在慢慢打，过几天应该就有了。这钻石不一定要挖，这奖励你可以不要。然后是打这个学武究极体，规则也很简单，点下面抽对手，随机抽这2排的其中之一，你自己安排好阵容，打赢8个对应敌人就可以过关，最后去打月影之战拿到学武究极体。没错，就这么简单，没有什么水多加面，面多加水的阴间机制。所以记住红孩儿，然后嫦娥、月亮狐狸。不过我打不过那个月影之战啊，所以咱们得慢慢叠能量吃低保了，这今年也得过个10天才会有。更简单的是学武本体，以前玩个小游戏就能拿。接着是夜刃魅影究极版，这玩意我压根没看懂什么意思，随便点了几下发现不对劲。要打赢这些 BOSS 的时候，回合数的尾数得是每行每列每个无额都是1到5的数字即可通关。哎呦，这看不怎么懂啊，啥意思啊？反正每杀一只怪都会积攒这个魅影之力，400个就直接拿到了，管他呢，慢慢打吃保底吧。里面的 BOSS 不难打，有嫦娥基本都能过。后面我又去打了个破灭号，在西普大陆里这精灵叫暗车，咋打呢？我自己肯定是打不过的，所以找师傅借了个赫菲斯托斯，一眼猛的要命的精灵。这精灵一用，打这些怪都是砍瓜切菜，这什么兰博基尼也不是我的对手，一个大佬打了18万的伤害，暗车也是一个大佬解决，成功拿下。那咱们第2期的进度就打到这里，可以说是几乎把前期能打的都去打了，很多精灵都需要好多天才能获得。西部大陆整体玩下来还是比赛号舒服点的，但也没有说多好玩，说实话。而且西部大陆没有赛号那种方便的登录器，你日常要自己干。我在视频里面只是展示收集精灵的部分，感觉挺好玩的。那打日常的部分没给大伙看的，真的很无聊。爬这些塔，还有什么寻宝，在地图上面找宝藏挖，到什么海贼王打垃圾小怪，各种麻烦的流水线小日常和活动日常，一轮玩下来都要19、20分钟。玩了3天这些日常，我都有点放呕了，最后实在受不了，找了个代刚给我玩这些什么连连看啥的，我要去留点时间玩别的答辩游戏和剪视频。如果要我给西部大陆排个名的话，它应该是在我的答辩排行榜中排到化晋级。仔细想想，这纳萨利克之王能和西部大陆比吗？好像不行啊！给他拉到新天级去。那我想这是本期这边全部内容啊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给3万关注啊，收听更多搞笑吐槽视频。那就这样吧，我是令狐，我们下期见。